执着，注定就此飞蛾扑火。明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最好不见，最好不明。不想逃脱，是时间的过错，我们只能错过。我有多么想念，你有多遥远，早知道结局是不能抗拒的错，停留在这一刻，只好情深缘浅。四爷吉祥。起来吧。这簪子戴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拿下来？没什么，怕四爷笑话。原因？这木兰玉簪，奴才一直收藏至今。今儿个不自觉地戴上，然后什么？然后，四爷可愿意娶奴才？我现在不愿意娶你。不愿意？如果嫁给太子，倒不如死了算了。那也不行啊！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我捡回来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死。太子为什么突然要你？我想你应该明白。我现在如果去向皇阿玛要人，那岂不是在跟太子抢人吗？再想深一层，皇阿玛最顾忌的是什么？我只怕此举会惹来皇阿玛的猜忌，所以现在根本没人敢娶你，你只能等。等？既然你已经插上了我的发簪，又说要嫁给我，你说要等什么？谢四爷帮奴才度过这一劫。我什么也没做，是你自己病得恰到好处。快回去吧，大病初愈，赶快回去好好养着。看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我可不想娶一个丑女回家。多谢八爷。免礼。太子好色，众所周知。我总不能眼看着你跟了这样的人。就算你不跟我，我也不愿你跟他受罪。八爷回吧，奴才这里不宜久待。对自己的终身，如今有何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身为一个奴才，
命运由不得自个儿做主。况且，这是你的决定，又何必再关心我？你心里有了别人，是吗？八爷怎么总是问奴才这个问题？我已身不由己，难道连奴才的心，八爷也要掏空殆尽？我希望不是老四，否则只会受罪，反倒枉费我今日帮你的一番心血。是与不是，都与你无关。况且你我都知道，这件事情是万岁爷说了算。如果你只是听从皇阿妈的旨意，那刚才这番话就当我没有说过。主子，额娘，八哥，额娘，我刚问了太医，太医说你的病情已见好转，很快就可以下床了。就算可以下床，也没有几天日子可以让我走。你还有很多日子。我要是多活一天，你就要多为我吃一天的苦。额娘，不要这么说了。要不是因为我出身卑微，上次你被大家推举的时候，你皇阿玛一定会让你当上太子的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都觉得对不起你。风马牛不相及的事，又怎可连在一起呢？世态炎凉，谁不肯出声？要是我出身显赫，你的路就不会这么曲折了。额娘，你坦白对我说，在你眼里面，孩儿今日的成就如何？你绝不会，你绝不会被其他的阿哥比下去的。你皇阿玛曾经对我说过，论才干，很多阿哥都比不过你。只是因为我，你成不了太子。别人赐予，又怎及自己拿来？没这个力，又怎挑这个担？要志气，那额娘应该感到安慰才是。得子如你，不枉此生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要给我们母子俩争一口气，不被别人看扁。看
看到你胸有成竹的样子，相信你一定能成功。额娘会帮你，一定会帮你。你把身体疗养好，做皇太后就是帮我。无论我们母子俩出身如何卑微，但将来一定富贵吉祥。好，将来好了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归安吧。我还想多陪额娘一会儿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别让琐事烦心，一切孩儿都可以解决。主子，额娘唯一能帮的，就是不要拖累你。主子，是时候该吃药了。以后我不能再吃药了，偷偷倒掉吧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是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姐姐会的莲花出水芙蓉，栩栩如生，就这样没了，真是可惜了。若曦姐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梁主子薨逝了。什么？梁主子薨逝了？啊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也不是突然，听说7、8天前梁主子已经身体不舒服了，也请过太医，只是谁都没当回事儿，没想到突然间就去了呢。八爷一定万分悲痛。那是自然。万花参差谁行道？不与群芳同立。浩气清墨，仙才着陆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梁主子，若曦在这里相送了。停！起驾！
原来这就是帝王之爱，不过是一瞬间的回眸。若曦姑娘，万岁爷要见若曦姑娘。我这就去。这。皇上。若曦啊，太子说跪在侧墙根的人是你，还真是你呀。往年奴才曾去梁主子宫中帮忙绘制过花样，梁主子对奴才绘制的花样满口称赞。今日恰巧路过，就忍不住驻足磕个头，也不忘梁主子当年对奴才的一番厚爱。起来吧。你们有空就多去看看八阿哥，劝劝他，伤心也要顾全自己的身子。这，退下吧。14爷吉祥。说你无心吧，你却在梁妃娘娘的宫前磕头；说你有心吧，自从八哥的额娘薨逝之后，八哥就一直悲痛难抑，坠巢在家。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现如今更是脚疾突发，连走路都困难了。就是其他不相干的人都知道安慰几句，你却面色淡然，仿若不知，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。若曦，难道你一丁点儿也不顾念八哥往日对你的照顾？远的不说，就最近这一次，若非八哥，恐怕你已经是太子的人了。若曦，你知道八哥有多心寒吗？14爷，你可曾尝过相思的滋味？那是心头的一根刺，心伤心痛，你是不知道的。既然两个人已经不可能在一起，又何必再做那些欲放不放的缠绵姿态撩拨他，让他心中一直酸痛？如今他越寒心，就越可以遗忘。我宁愿让他一次狠痛过后忘得干干净净，从此以后了无牵挂。心头刺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如果你愿意等，还是有可能的。等，已经回不去了。再说，万岁爷能让我一直等吗？那你从此以后能忘记八哥吗？已经忘了。原来这就是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倒是我吃了，也罢。既然今天已经说清楚，从此以后，我也算搁下一桩心事。日后究竟怎样一个情形，我也拿不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凡事能避就避。很多事情都只是一念之间，可大可小，再也不可以出现像今天这样被别人揪住错处的事情。狗被逼入穷巷，反扑起来慌不择人，万一被波及，我们几个也不见得能护得你周全。我听明白了。那就好。
下着雪呢，发什么呆啊？我哪有发呆啊？我是正在赏梅。这梅花都长在墙上了，究竟瞎琢磨什么呢？如今在宫里的日子越发难过，又要怕这个，又要怕那个，所以想着，索性能找个小院子把自己圈起来，总比待在这宫里更安全。奴才说错什么了吗？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真话的。女人天生都会演戏的，贾环奴才也会说。如果四爷让奴才扮得柔情万种，奴才愿意演这戏。可我觉得，四爷是宁可听真话的，即使他会伤人。簪子呢？在屋子里呢。还有去年送你的耳坠子，也在屋里躺着，真是白费我心思。项链戴着呢。若曦，你会不会不明白自己的心呢？太多畏惧，太多顾忌，这样子整天权衡利弊、瞻前顾后的。很痛的，干嘛打我？还不赶快进屋去，去抱着暖炉发呆。还不走？我看不明白自己的心思。我的心思是什么？难道他能看明白我的心思？其实，我需要看明白自己的心吗？我更需要的是如何在这个风波迭起的宫廷中保全自己。已经2个多月未曾见过八爷了，他的爱豆有没有少一点？人心本就难懂，我不能看得分明，但我却一定要做决定。这个我倒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原来割舍是如此不易，会疼痛。10爷吉祥，14爷吉祥。若曦啊，你怎么了？今年元宵节又想我们带你出宫去玩啊10爷，你可以自个儿先出宫吗？我有话要跟14爷说。你们又有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啊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自个儿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你要瞪他好吗？前些天我远远的就看着你跟石福晋，还未及上前请安，你就带着石福晋溜了。你说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要算账，我们就一笔笔算个清楚。我才不跟你瞎说呢，反正我都说不过你，你们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哼！你远远的看见了石福晋，不但不躲，还特意上去请安。我唬他的。我当时正想躲开，没想到10爷也看到了我，挡着石福晋的视线，躲得比我还快。
也不知道石福晋的心结何时才能解开。你我都知道石哥的心思，只有他们自己还是不懂。总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的。不过时候到了，自然会明白。你今天究竟找我什么事？好像是个镯子，什么意思？帮我还给八爷吧。不过也不急，你瞅着他心情好些的时候再给他。你干嘛让我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？自己还去。这镯子太贵重了，我必须要还的。求你了。四哥和13哥来了。别闹了。四哥，13哥，14弟，四爷吉祥，13爷吉祥。起了吧。四哥，你这是要出宫吗？还没呢，正要去给额娘请安。好，那我先行告退。却之不恭，多谢。没有解释。四爷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奴才只撂一句话，绝对不是四爷所想的。我都还没有审你，你就自己招了。看样子你跟14弟真的有私啊！我一直以为你跟14弟他们要好，彼此之间互送礼物倒也正常。但是你却断然否决了我的想法，如此坦白利落，倒也少见。14弟怎么想我管不了，我也不想管。你们要送礼，要说笑都随你。不过我不想再看到像以前那样拉拉扯扯、哭哭啼啼的场面。知道了。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。他倒是比我想象的大方许多，没有说不许这样，不许那样。不过，这个14爷真是可恨，他究竟想干嘛？真是的。启禀皇上，连月来的调查结党会议一案已有结果。说，结果如何？一切如郑国公景熙所奏，确有谋逆之语。特别是齐士武和托和齐，颇多鼓动众人拥立太子登基的言辞。皇阿玛，儿臣只是以酒会饮，其他的全不知情。至于其他人结党会饮，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儿臣不知道，儿臣真的不知道。如果真是以酒会饮，实属平常，此不足言，只怕一等所行者不在乎此。齐士武、托和齐、耿娥等人援朋结党，怂恿众人拥护太子，罪无可赦，立即收监，重刑严惩，并彻查所有牵涉在内的大臣，一个都不放过。这给若曦姑娘请安。起来吧。
四王爷派奴才给姑娘送信了。麻烦公公了。奴才告退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姐姐，这么多的纸张，你在练字吗？练字可以陶冶性情，你也来啊。姐姐，我不识字的，我教你啊。姐姐，我还有很多活要做，我先出去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差不多了。如琪姐姐。哎呀，姐姐，有了你的菊花枕，奴才睡得特别的香。那就好了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哦，对了，奴才来捎个信儿。八贝勒爷回来了，姐姐要多准备一杯茶了。好。若曦，你怎么样？奴才没事，没有踢到实处，先时也不早访。近来也不请安，横冲直撞，有什么要紧事情？哼！华妈呢？万岁爷小憩未醒，请师爷等候一会儿吧。茶呢？没看到爷在这候着。若曦姑娘沏茶去了，马上就来。滚！统统给我滚！这师哥，这是打哪儿受的气啊？干嘛一直用手捂着脸呀？难不成与人打架挂了彩？就算拼着被皇阿玛责打，我也非得休了那个泼妇不可。别老是用手挡着脸！你放开我，让我看一看到底伤得如何。哪有把夫妻间的私事闹到宫中的？快点回去了。哼！究竟所谓何事？你说出来听一听，我们大家也好帮你评个理呀。哎，八哥，你给我评评理啊！今年的元宵节，他看见我书房里挂着灯笼好玩，就要了过去。可是今天他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什么闲言碎语，回来就跟我大吵大闹的，还把灯笼摔在我的脸上，不依不饶的要我说个清楚，为什么把别人去年不要的东西给他？我哪有闲工夫陪他说这些啊？他就越发的闹得厉害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把别人去年不要的东西送给我了？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疯了？你闹过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这臭脾气，连若曦的一丁半点都比不上。哼！什么？怎么？你们看你看啊，好好看看，你们看看这儿，我只不过说了他的脾气连若曦的一丁半点都比不上，他就突然的撒起泼来，居然对我，我不管，
我要休妻，我要休了郭老罗。明日，师弟，那也没有休妻的道理。你还是先回去，回头我让他姐姐去好好数落他一顿。八哥，你就不要再劝我了，反正我已经决定了。石哥，你这样闹可不好，无缘无故拖累了若曦，还是先回去吧。我自己会去跟华妈说清楚，我要休妻，因为她是个泼辣货，跟若曦有什么关系啊？师爷，奴才斗胆，有话想说。谁都不用劝我，我心思已定。我没有打算劝你，只是有个问题而已。师爷，你被石福晋打了，可有还手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才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你脾气一上来，哪里还记得不跟女人一般见识？只怕是个小孩子，也先打他一顿，解了气再说。哼！奴才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冰糖葫芦，觉得它酸酸甜甜脆脆，偶尔一吃感觉很新鲜。后来阿嬷嫌它脏，不肯买给我，我却越发不能忘记冰糖葫芦的味道，总觉得那才是天下第一好吃的东西。虽然我也很爱平日常吃的芙蓉糕，可觉得还是冰糖葫芦更好吃。后来有一次，我终于又吃到了冰糖葫芦。师爷，你猜猜我当时是什么感觉？肯定很高兴啊。错了，是失望，极其失望。奴才一瞬间的感觉是，这个东西虽然不难吃，但绝对没有芙蓉糕好吃。奴才怎么会觉得它比芙蓉糕好吃呢？后来就试着3个月都没有吃芙蓉糕，发觉自己想得要命，这才知道，原来奴才最爱吃的是芙蓉糕。师爷，其实奴才就是那冰糖葫芦，而石福晋是芙蓉糕。芙蓉糕一直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日子久了你不觉得稀奇，而冰糖葫芦因为你一直得不到，留在记忆里，味道变得越发的好。可如果有一日你真的没有了芙蓉糕，你才会发现，你自己最爱的是芙蓉糕。师爷为什么没有还手？也许是气急了，心底深处仍然不舍呢。我不跟你说，反正我说不过你。你，哼！若曦，你让他自己想一想吧。毕竟这么多年的心结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解开的。何况他是一个只认死理的人。奴才告退。怎么会这样？严不严重？不太清楚。我上完茶就回来了。云香，你来替我奉茶。是。姐姐还疼吗？还好，隐隐的。晚上我给姐姐亲敷一下，过几日就会好了。师爷也真是的，下手那么狠。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？云香都告诉我了。若曦姐姐，若曦姐姐，皇上要见你。奴才叩见皇上。若曦，你告诉朕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石阿哥闹什么？又踹人，又摔杯子的。石爷和石福晋吵架，一时生气就跑来找皇上理论，后来被劝了几句就回去了。这个朕已经知道了，可是他为什么吵，又是怎么把他劝回去的？石爷和石福晋吵架的原因，
追根究底，源于多年前的一些流言蜚语。石福晋一直误会至今，此事也算因奴才而起，所以奴才才斗胆相劝。当年你喜欢石阿哥，这个事情在京城里面闹得沸沸扬扬，这就是你说的流言蜚语吗？没有，皇上，那不就是传言吗？奴才和石爷是清白的，只不过是因为石爷觉得跟奴才谈得上话，所以经常跟奴才走在一起。但大多时候，8爷、9爷和14爷也是在一起的。奴才跟石爷确实没有私情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接着说吧。石福晋误信传言，奴才跟石爷都解释了，但他怎么也听不进耳里。奴才和石爷都知道人言可畏，所以自从石爷与石福晋成亲之后，奴才跟石爷私底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那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又是因何而起的呢？是因为石爷在元宵节过后送了奴才一个灯笼。皇上，一切不过是一场误会，其实并无暧昧，奴才也实在不敢有半点逾越非分之想。起来吧。若曦，你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，不知道将来你能否做到忘掉失去的，珍惜拥有的。奴才不知道。退下吧。不知道将来你能否做到忘掉失去的，珍惜拥有的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如此自在美妙的意境，须得有佳人分享才妙啊！偶然知灵叟，谈笑无还期。写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练字。你有这么用功？我看看。写得很难看吧？练了很多遍了吧？实地提的内角很重吗？只是轻碰了一下，没有提到实处。有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。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永远不要跟我说假话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我宁可要丑陋的事实，也不要你说假话来骗我。那你也能答应我，永远不和我说假话吗？真的是算得很清楚啊，一点便宜也不让别人占。那我问你，实地踢你这一脚，我怎么没见到你跟他算账呢？还有啊，
在塞外，你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也要维护14弟，这笔糊涂账又要怎么算呢？我只跟聪明人算账，跟着糊涂人，我自个儿也就糊涂了。是不是我答应你，你就答应我？我答应你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理应如此。那要是有些事情，我就是不愿意说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愿意说，但是永远不要用假话来搪塞我。那有件事情我想问你，你可以选择不告诉我，